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财经小故事，每周一次跟你聊聊这礼拜的财经新鲜事。这礼拜聊啥？那个第一集影片上架后，很多人都想知道说，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为什么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不到3%，但我们体感的物价涨幅都超过3%的原因是什么？好，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去行政院主计处的网站帮大家把它弄清楚，就知道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到底怎么算出来了。说实在话，我做这个影片啊，自己也学到非常多。因为呢，其实我真的从来没有去细看过消费者物价指数，它到底是由哪些不同的物价所算出来的。所以这里我就来解释给大家听哦。它基本上呢，包含我们食衣住行娱乐所有的花费，经过一定的加权比例之后去算出来的。那我们目前的比例呢？我看一下小抄，因为这个数字呢，平常大家真的是不会管啊。台湾目前呢，我们的食物呢是占24.7%，居住类呢是占23.4%，杂项呢是占16.3%，交通通讯占13.5%，教育娱乐占11.9%。衣着呢是占5.2%，医药呢占4.68%。那这一些占比呢，它随时是会调整的。我们体感的物价为什么会比消费者物价指数高上不少的原因哦？因为这里面我觉得有些数字是不太符合逻辑啦。你可以用我们比较好懂的方式说明吗？你说不符合逻辑这件事情吗？我问你哦，你朋友大概一个月都赚多少钱？如果我们刚出社会，大概3万多吧。3万多块嘛。那如果他们是租房子的话，他们平均每个月房租要多少钱？台北市的话，至少应该也要1万多，外县市可能会便宜一点。对啊，你看，如果假设你朋友他们一个月的薪水是3万块、4万块的话，他的房租支出是1万块。如果你细看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权重啊，就可以发现说，我们的房租支出啊，其实只占整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14.8% 哦，是不是跟原本就是实际状况的比例明显不符呢？这也是很多人啊会觉得体感物价比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还高的原因。因为例如说像美国，他们的房屋的占比是40% 左右。那台湾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偏低呢？因为啊，很多东西我们都有政府在后面帮忙。怎么说呢？像食衣住行娱乐里面的医疗啊，台湾因为有健保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医生啊，比其他国家便宜的非常非常多。那说到能源或是交通相关的类型，例如说油价，台湾的油价其实超级便宜的哦，因为我们的油价中油会去补贴。台湾的电价呢，其实一直以来涨幅都不算多，因为我们是谁供电的？还是国营企业台电嘛。那例如说像美国，他们同一个州可能会有3间、4间的民营供电公司可以让你选，那大家就知道啦，民营跟国营一定是有政府帮忙会比较便宜嘛。所以这其实呢是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啊，长期以来都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原因。原则上，在台湾啊，只要我们的食物价格的波动不大的话，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基本上的波动都不大。而且啊，大家在讲体感物价，其实这就每个人对于物价的感受度又不一样。我举个最好的例子，例如说像我是没有在租房子的人，我是住家里的人，那外面的房租上升，我会有感觉吗？不会嘛，对不对？又例如说呢，我是一个住家里，我每天只要一回家呢，我妈就会把饭煮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不对？那外食的涨幅对我来讲，我就没有感觉啦。所以其实消费者物价指数跟体感物价，它并没有很绝对的关系啊。那讲到体感物价涨幅这种事情，也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我们反而更应该思考的是啊，在这一个通膨已经必然形成的时代啊，我们该如何做好我们的资产配置啊，才能打败通膨？好，那这一集的财经小故事就讲到这边啦。如果你还想听我们讨论什么财经时事的话，欢迎在留言板留言，拜托留言一下，已经快没梗了。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顺便帮我们按那个赞。财经小故事，我们下周见，拜拜。